贝尔伯克回德国之后变了脸吗？他只是又表演了一次360度的态度大回环。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陆小飞。这两天呢，德国女外长在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呢，回到德国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被中国媒体批评为变脸。因为她在中国的时候呢，表示跟法国有共同认识，中国和欧洲不能脱钩等等。回到德国之后又说了，他在中国已经警告了中国不要单方面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德国还有欧洲不会坐视局势升级。确实啊，贝尔伯克跟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会面的时候说过一些类似的话，导致呢中国外交部深夜还连发了3文，对贝尔伯克的言行进行了回应和告诫。但是很明显，贝尔伯克确实不符合秦刚所说的富有智慧的德意志民族的特征。另外呢，我们再回顾一下他当外长前后的所有举动，也可以发现他对中国所怀有的对抗心态其实根本就没有变过。而且作为德国绿党的代表人物，他所体现的通常也就是人权环保方面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有夸张的行为表演艺术。同样在国际关系领域，基本也不会有我们所期望的真正人类该拥有的理性。所以他只是在2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带着德国政府的外交任务，体现了一些职业性的礼仪。一旦有机会放飞自我，我们就会看到他在3党联合政府里边给其他的2党去添乱。也就是说，与其认为贝尔伯克是回德国之后变脸，不如说他的态度又完成了一圈他熟练的360度的转变。贝尔伯克这次关于台海和平的言论呢，也没有什么新意，基本就是把美国跟英国的话重复了一次。我感觉他重复这种言论主要目的呢，还不是中国，因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把他这位德国外交部长的言论看作是整个欧洲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理事会的主席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表态，所以他把这出戏是要演给德国国内的民众看。第一，他这是要展示自己不会轻易跟着德国走。德国除了没有核武器，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都不比法国水平低，所以凭什么让法国拥有欧洲领头羊的位置呢？所以就拿出经济上跟中国保持交往，政治上继续桀骜不驯的态度。第二，恐怕也是要在3党联合政府里边要好处。如果社民党等其他2党不能在某些议题上向德国绿党妥协，那么绿党就可以找话题让社民党也难堪。所以贝尔伯克的言论已经多次让社民党的议员们提出警告，不要把对华政策搞成反华的策略。第三，白左思想毕竟是在欧美大行其道的，这些人把任何谋求所谓独立的活动都视为自由、正义和人权，所以台独、疆独势力在他们眼里边也是怎么看怎么顺眼。那么贝尔伯克要为绿党赢得这些人的选票，自然就要满足这些人群的口味，有这样的言论，这样他才能够在白左疯人院里边给自己混一个楼长的位置。至于说中德关系，中国外交部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中方给贝尔伯克的定位就是德国的某些政客根本就没有把它当成主流的政治力量来看待。中国现在需要是拉动整个欧洲跟法国采取相对一致的立场，所以冯德莱恩这次的一些表现还算让我们比较的满意。我们肯定不用指望欧洲去侵华，只要不在关键问题上看着欧洲跟着美国跑就行。如果呢，现在有人觉得因为一个贝尔伯克的言论就要放弃跟整个德国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自己给中法合作扶助欧洲独立自主的规划制造障碍了，反而会给贝尔伯克增加继续破坏我们规划的素材。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占据政治主流地位的德国社民党以及德国商业机构做出正确选择，保持德国商业机构通过社民党的政策而不是绿党政策去获取利益。至于贝尔伯克的360度政治态度大回旋，我们不用多加理会，可以让社民党去收拾，再让傻子去喝彩。